今天一天在家里面包的粽子给你们看一下，有自己喜欢吃的咸蛋黄肉粽，还有碱水粽，就这种饺粽很好吃啊，晶莹剔透的。还做了一点这个梅干菜肉粽，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。从9点钟开始包粽子，今年用的新鲜粽叶，很清香的味道，也是速度超快啊，一天就到我这里了。我今年是只打算做家里面自己吃的，所以就是用的这种中号的粽叶，你们想要做大一点的就看大一点的粽叶。给它刷洗干净，剪去两端，放到开水锅里面，放一小撮的小苏打或者是食用碱，给它煮上3-5分钟，煮软了你就可以放到冷水里面泡着。煮过的粽叶它碱水可以保持这个颜色好看，同时它又可以有很好的柔韧度。准备了5斤的圆糯米，今天没有用完的，今天轻松一点，也没有说去提前给它泡好。这里大概倒了2斤，就做咸蛋黄肉粽的口味。用水给它淘洗2遍，再把水分倒干净，里面加一点食用盐调味，倒1圈的老抽上个颜色。我还放了一点点五香粉，抓拌均匀，搞定。咸蛋黄是现磕的这种，真的很好吃。我一般你看我做月饼做粽子基本上都是用新鲜的这种生的咸鸭蛋，它磕出来的蛋黄是凝固的，捞出来清洗干净，我就直接放到糯米里面了懒得再换一个碗了。这个咸蛋白我打算就是给它炒一下，用青椒做了吃，这个也不要浪费，我们之前蒸过。肉我用的是松板肉，不是五花肉，五花肉太肥了，就这一种给它切成小块，放入葱姜、米酒，再来一点白胡椒粉、五香粉，还有就是生抽、老抽调在一起的，一点蚝油、白糖，抓捏均匀。肉要提前腌，你可以晚上拌好，第二天白天再来包粽子，就和我一样，这样它里面都是有味道的。又到了包粽子的方法了，今年学会了没有？选2片差不多的粽叶，然后像这样子折起来，形成一个长一点的漏斗。它这种就适合里面放咸蛋黄跟肉，可以馅料多一些。覆盖一层糯米，然后再折上去，盖上去2边都要给它压紧。你就像这样子，这个里面要给它折进去，避免漏米。我都有点手抖了，今年的第一个粽子，时隔1年了这东西还是要经常做才能熟能生巧。像这样子折过来，再绑上棉线就可以了，不用绑得太紧，绕住就行了，然后再给它扎紧。今年如果没有学会，咱们直接让家里人去做咱们做一个有口福的人。我包了15个的咸蛋黄肉粽，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吃，里面的糯米没有放特别多的，想要压力没那么大。这边没有咸蛋黄，给一姐包的鲜肉粽就做了不同的造型，这个应该大家可能比较好上手一点，而且它整个造型都很方便，你往这边折那边折都行。像这样捏住它，绕一下，你看一个粽子也就搞定了。2斤米包完了，16个的鲜肉粽，15个咸蛋黄肉粽，这2个可以一起煮，就放到大锅里面，这里面是冷水，先开大火把水煮沸，然后你再转成小火慢慢去给它焖煮，上面最好是盖一个盖子，我用的砂锅盖子给它压在下面，煮的比较透，煮2到3个小时这种普通锅。这里再洗了2斤米，你直接在里面放上一点食用碱，这个属于家庭做法，能够在家里面有那种草木灰水，那肯定更棒了我们这里很难找得到。给它拌均匀，直接开包，1片叶子绕2圈，形成一个漏斗的形状，放一点糯米，用筷子往下面压一压，给它扎紧，再倒上糯米，这边给它覆盖一下，看一下直接给它盖上盖子，左手像这样子捏着，右手去绕绳，绕紧扎结，一个比较小巧的饺粽就搞定了。这个也叫做牛角粽，往年也都跟大家分享过的看一下我们就是做清水粽会扎的比较紧实，碱水粽也是差不多的。这一锅就用电饭锅来做，用的压力模式煮汤的键，1个小时左右压了以后再保温了1个小时，加起来也是2个小时。还剩了一点米，刚刚也剩了一点这种腌好的肉，我还洗了一把梅干菜，给它拌一拌，就是梅干菜肉粽。记得在米里面要放一点盐，不然那个米会比较寡淡。同样是给它包一个这种，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是挺香的，大家可以去试一下，而且这种搭配起来肉粽又解腻又很好吃。这里也是包了10个，今天的4斤糯米就包了60个粽子。到这里心里很舒坦，最后一片粽叶，最后一点糯米，刚好就包完了。你看一切都完完美美的，
这边也是给它煮2个小时。全部包完我花了大概3个小时哈，就4个口味，就先给它煮着。现在是12点钟，我切了一点西瓜、香水柠檬，压一压，放上椰子水，做一个西瓜椰椰。犒劳一下自己，还是辛苦了的，站在这里3个小时。叫的外卖也到了，吃完外卖我就去休息了，大概2个小时。这边碱水粽出锅，肉粽也可以了。其实你们有时间的话呢，可以晚上煮，然后在这个汤里面泡1个晚上，那个味道肯定更好更香。我没有时间了，今天星期五，我要放假了，赶紧捞出来冷一冷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成果。先来看看第一个出锅的碱水粽，软糯拉丝啊，没有泡米也是完全可以的，大家就用压力锅去做，又简单方便。如果不想要吃这种碱味，那你就直接煮清水粽，蘸上白糖也很好吃。碱水粽、清水粽蘸上这种脆甜的白砂糖，吃过的人都知道。这个就是我的咸蛋黄肉粽，又香又糯。我自己包的这块肉没有那么多肥肉，吃起来就没那么腻口，整体来说真的很棒了。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图个这个舒服了，完全按照自己的喜欢去做的。今天我们家的晚餐就是吃粽子，一天做了4种口味，能够一天搞定的事情就不花第2天的时间了，而且也没有说分开给它剪成视频，让你们一次性看完，这样也比较方便一些，大家参考一下。我们就先放假了哈，明天就是周6周日夏小姐的周末时光，下周一再见，拜拜。